顾凡，那台 iPhone 修好了没有？客户一会儿就来取。马上好。 3年了，我在大伯顾强的店里干了3年。小凡啊，你是咱自家人，大伯不会亏待你，好好干，年底分红对半分。当时说好对半分，店里1年净利润520万，3年就是1560万，可我现在1分钱的分红都没见到。凡凡，歇会儿吧。妈，你别总干这些，让爸也少搬点。 没事儿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爸妈的工钱加起来，1个月才4000块，可他们每天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。再等等吧，等大伯兑现承诺，日子就能好起来。电流听震，这是我唯一的绝活，也是我唯一的退路。 这地方真闷，我新买的香水都闻不见了。回头给你买瓶新的。顾凡，分红给你转过去了。3000块，1年520万，3年1560万，就算不是对半分，哪怕1/10也不止3000块。哎呀，3000块也不少了，够买个便宜手机了。年轻人嘛，要懂得感恩。 3000块，顾凡可是咱店里的技术扛把子啊！人家是老板亲侄子，肯定另有安排吧？大伯，之前说好的，这分红差不多得了。你这种没门店、没资质的，去路边贴膜都嫌你手慢，随便找个地方待着，别在这儿站着了。就是嘛，强哥的事儿还多着呢，你可别在这儿耽误强哥的时间。强哥。 你这侄子还挺好用，能把他当条狗一样。既然他不拿我当人，那这个店我也不必待了。怎么这么晚？吃了吗？还没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大伯给的分红，3000，不是说好对半分吗？行了，别说了。 可是当初说好的，没签合同，口头说好的有什么用？爸，我不干了，我想自己。12000，是我这2年攒的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好孩子，小雅，你是个好孩子。38000，开一家小小的手机维修店，够了。明天我就去找师傅。想好了，真要走？想好了。顾强那个王八蛋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看房啊，这地方风水好，我在这儿卖了5年袜子，老顾客可多了。小伙子，你要是来，咱们互相照应。房租多少？2万1年。你手里那笔钱够1年租金和简单装修，还能再进一批基础配件。师傅，这柜台我要了。好小子，有种！听心阁。 听心变损，这是咱的招牌手艺。电流一听，毛病就知道。好名字。咱们要不要去庙里拜拜？不用，求佛不如求己。只要有技术，客户总会来的。听心阁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的战场。我这工作手机里有明天开会要用的资料，你这儿能修吗？您先别急，我看看。 您这个手机怎么了？忽然就黑屏了，但官方售后太远了。你这柜台靠谱不？电源 IC 虚焊，
供电时断时续，这个问题很常见，但需要精准判断，否则极容易被误当成主板烧毁。电源 IC 虚焊，小问题，10分钟搞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甚至都没开机。听出来的。听出来的。电源 IC 虚焊，官方售后说要换整个主板，报价4000，可人家这柜台听了一下电流就知道了。这么快？多少钱？收您100块工时费。4000和100块，我分得清好坏，就冲你这技术跟良心，多的算我请你喝酒。我叫赵景，本地数码测评圈的付费，以后遇事了你偷。改天我带朋友来。开张了。是啊，这才刚开始。顾凡，你快看这个。这是好事儿啊，给咱们宣传呢。口碑这东西，比花钱打什么广告都管用。那明天是不是还会有人来？一定会的。那天晚上，顾凡失眠了，他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，脑子里全是白天的事，手机不停地震动，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联系方式寻来的咨询。以后，我不再是顾强店里那个没有工位的维修工，我是听心阁的老板顾凡。次日清晨，地下商场，时间刚到7点，顾凡准时到柜台，柜台前已经有3个人在等着。你就是听心阁的顾师傅，我手机充不进电了，里面还有好多照片呢。我就是，您别急，一个个慢慢来。顾凡刚打开工具箱，又来了2个人，一个是戴眼镜的大学生，手机屏幕碎了；一个是穿运动服的中年男人，手机进水了。不到10点，柜台前已经排了7、8个人，卖袜子的大姐看得目瞪口呆。小顾，你这是要发财啊！我在这儿卖了5年袜子，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。大姐，借您吉言。顾凡手上没停，充不进电的中年女人检查发现是尾插腐蚀，换了根尾头线，50块；碎屏的大学生换了个外屏，100块；进水的中年男人拆开用超声波清洗，烘干后测试一切正常，收了50。每一个顾凡都认真修，有几个毛病比较棘手的，他也老老实实的告诉客户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我需要时间，您要是急，可以去别的地方。就冲你这实诚劲儿，我等。这么多人。是啊，赵锦那视频起作用了。你也别太累，吃点东西歇歇。顾凡狼吞虎咽的吃完饭，继续干活，一直到晚上10点，送走最后一个客户。顾凡数了数今天的收入，2800块。他看着手机里的数字，又想起在顾强店里那笔3000块的分红，这是我如今1天的收入。而在顾强店里，他给的是3000块买断我的3年。哟，凡哥，这就是你的新店？就这种2平米的小破柜台也敢开店，你可真有魄力。顾明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？我爸让我带句话，他说给你3个月时间，到时候撑不下去回来，他还收你。不过提成嘛，就只有以前的1半了。顾明，你说什么屁话呢？凡哥，反正话我带到了，可别怪我没好心提醒你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别理他。顾凡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我以前的老伙计，现在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可怜呢。早劝他老实一点，非不听。这个顾强还是不是人？这样不会影响咱们生意吧？不会，真正的客户不看朋友圈，看手艺，他发他的，咱们不用管。你真的不在乎？在乎，但想要打脸也不是现在，等我站稳脚跟，有的是时间跟他算账。几天后，我给本地手机屏幕供应商老宋打电话，想要订一批原装屏。顾凡啊，那个最近货源紧张，你过阵子再打给我吧。老宋，咱们认识多久了？7、8年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为什么不卖给我？不是不卖，是有人跟你打招呼了吧？顾凡，你别难为我了。顾老板
你大伯他发话了，说谁供货给你，谁以后就别想再做他的生意。他一年从我这儿拿几十万的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配件商不给我供货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顾强让人断了我的货源。没事儿，大不了咱们找别的渠道。我知道，他以为断了货源我就活不下去，但他忘了件事儿，手里有技术，就不会被饿死。当天晚上，我盘点了一下库存，屏幕还剩15片，电池20块，各种小配件若干。按照这几天的客流量，撑不过2周。2周，我必须在这2周内找到新的供货商。这个顾强真不是东西，对自己侄子也下这种狠手。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帮你找别的供货商？您认识省城的供应商吗？认识一个叫吴永明的，做手机配件批发20年了。不过这人脾气怪，不看关系只看本事。上次有个开了10年维修店的老板去找他，被他问了3道技术题，问得哑口无言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师傅，我想去见见他。你确定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第二天一早，长途大巴上，顾凡和老张坐在后排，老张正在给顾凡讲吴永明这个人。吴永明眼光毒得很，你要是技术不过关，他连门都不让你进。而且每次考验都不一样，有人被问3道题，有人直接上手修机。我得提醒你，吴永明的背景不简单，他们家有自己的配件厂跟维修店，给人供货只是顺带的事儿。那他图什么？图人才。他一直在找技术好的合作伙伴，说是要拓展下游门店，开自己的维修连锁，但眼光太高，一般人入不了他的眼。2小时后，一栋气派的写字楼，永明电子4个大字闪闪发光。走进公司大门，前台小姐认识老张，笑着要通报。不用，我自己进去。顾凡是吧？我信得过老张的人品，但信不过他的眼光。你的本事，我得自己考过才行。您想怎么考？3道题，答对2道，我供货给你；答对3道，我给你最低价格，3个月账期。您请。第一题，一台 iPhone 开机后无线重启，电流表指针在 0.8A 到 1.2A 之间反复跳动，是什么问题？基带电源虚焊，或者基地 CPU 供电路断路无线重启。说明系统能加载，但底层通讯失败，电流在 0.8 到 1.2 之间跳动，说明基带部分间歇性供电。说得细一点，再细一点。如果是基带电源虚焊，电流跳动会伴随轻微的咔嚓声，因为焊点接触不良产生电弧。如果是线路断路，声音会更平稳一些，只是电流不稳定。第二题，一台进水的华为，开机电流正常，但 WiFi 和蓝牙都打不开，是什么问题？射频线路腐蚀。进水机最容易腐蚀的是射频部分，因为射频线路通常比较细，而且位置靠近边框，容易从缝隙进水。怎么修？不用换主板，找到腐蚀点，刮开保护层，飞根线就行。第3题不是问的，是实操。这台机子3个维修店都说是主板报废，你要能修好，第3题算你过。漏的不是主供电，是某条副板线路。线路腐蚀导致的间歇性漏电，飞根线就行。20分钟，挺快啊。你在听什么？温度变化会影响金属的膨胀系数，腐蚀点的接触状态会随着温度改变。我听的是这个变化过程。温度够高的时候，腐蚀点会暂时沟通，那时候飞线最稳定。
焊接完成，重新装上主板，按下开机键，屏幕亮了 ，WiFi、蓝牙、通话，一切正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张，你这徒弟可以呀！小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渠道给你随便拿货，价格给你最低，账期3个月。谢谢吴总，别谢我，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那种听电流判断故障的技术，我活这么久都没见过几个会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哈哈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以后你有什么新的技术上的突破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在筹。给有准备的人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顾凡，我叫李国强。我手机屏幕碎了，但里面有我3年的工作资料，绝对不能清数据。找了官方售后，他们说数据肯定保不住，建议换新机。我听朋友说可以来你这里试试，能修。换外屏就行，数据不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配件加工时总共200。官方让我换新机，你这报价200，差距有点大。差距大是因为他们怕担责，打工人都不容易。行，你修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修好之后我要当场验证所有数据，没问题我才付钱。没问题。顾凡，你多大？26。26就有这手艺，难得。200转你了，以后我的手机都在你这儿保养。谢谢李总。别叫李总，叫我老李就行。你这柜台是小了点，但是手艺不错。现在地方小无所谓，迟早要做大的。借您吉言。顾师傅，你这手艺我是服气的。但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下，你刚才拆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部手机有什么异常？异常？除了屏幕碎了，内部结构倒是挺干净的，没有进水和重摔的痕迹。不是这个，是手机系统的异常。这部手机的后台运行着一个隐藏软件，伪装成系统服务，但实际上在定期上传数据。这个软件不是官方系统组件。这个进程至少运行了3年，每天定时上传你的录音和定位，上传的数据量不大，所以不容易被发现，但3年的累计数据非常可观。你知道是谁装的？大概能猜到。我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有人不想让我做成。需要我帮你卸载吗？暂时不用这个监控软件，留着还有用。但劳烦你帮忙记一下它的特征，以后我可能需要你来作证。你可以随时来找我，不过这部手机你最好别用来聊敏感话题，对方可能在实时监听。我知道，顾师傅今天的事别跟任何人讲。放心，我只修手机，不管闲事。那个监控软件的复杂程度，绝不是普通黑客能做到的。它需要绕过手机厂商的安全机制，需要持续的服务器支持，需要专业的开发团队。老李到底是什么人？算了，我只修手机，不管闲事。你是顾凡？是我。你好，我是我们公司法务部的负责人。昨天你修了一部手机，机主姓李，对吧？客户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。不用你透露，我都知道。那部手机里有一些不太合适存在的聊天记录，对我们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。
我们愿意出高价解决这个问题。空白支票，数字随你填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帮我们删掉那些聊天记录。这是张空白支票啊，我想填多少就填多少，10万、50万、100万。这张纸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资金问题，可以让我开更大的店，可以给苏雅更好的生活，可以让我爸妈不用再吃苦。但代价是什么？删掉别人的聊天记录，那是别人的工作成果，可能是证据，也可能是真相。您贵姓？免贵姓张。张总，我只修手机，不修良心。手机坏了找我，数据的事免谈。顾师傅，你不再考虑一下？这个数字可以很可观。不考虑，我修手机是凭手艺吃饭，不是卖良心。您要是手机坏了，我欢迎您来当顾客，但要是来谈这个，门在那边。年轻人，别太天真。你知道你拒绝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我更知道，有些钱一旦拿了，我一辈子都睡不着。顾凡，你会后悔的。别以为我们离了你就没有其他办法了。那人谁呀？没事儿，推销的。空白支票你都拒绝了？拒绝了。那得有多少钱啊？不知道，空白的，想填多少填多少。我就喜欢你这点。哪点？傻，但傻得可爱。这也是我最爱你的地方。我不觉得自己傻。我们这行的底线就是不动客户的数据，这是原则，不是傻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爱你。顾师傅，听说有人来找过你。是，给了张空白支票，让我删掉你的聊天记录，你没答应吧？答应了我会老实告诉你吗？我告诉他，我只修手机不修良心。好一个只修手机不修良心！顾凡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李先生，您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商业调查员，正在秘密取证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问题。你修我手机的时候发现的那个监控软件，就是对方植入的。他们已经盯了我3年，幸亏有你的提醒，要不我也不会那么及时的做出反制措施。那天的空白支票背后应该就是那家上市公司吧？没错，他们在害怕我手机里的证据。那您现在安全吗？暂时安全，但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什么帮助？我们部门有上百部调查用的手机，以前都在官方售后维护，但官方售后的人员流通带来的风险太高。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接这个单子，跟我们长期合作，按月结算。李总，我这儿庙小，你的能力跟人品我很清楚，能不能签？我签。哈哈哈，爽快！签下李国强的单子是听心阁的一个重大事件。120部手机。长期合作，每月固定服务费10万，维修按次另算，稳定收入好，比靠天吃饭强。顾凡，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才刚开始。这部手机之前摔过一次，但不严重，当时还能用。昨天忽然就不行了。主板内层线路断了，这是隐性损伤，外表看不出来，需要飞线修复。能修好吗？能，但需要时间。顾凡，你这手艺全省找不出几个，手艺都是练出来的。顾老板，我这限量款手机突然死机，官方售后修了2次都没修好。听说你这儿是高端店，能给我修好吗？没问题，3天后来取机。这机子你来修，3天之内必须搞定。老板，我没修过这款。没修过就学，我请你来是干什么的？老板，我实在是修不好，这机子越来越烫。废物！
小问题，半天搞定。好了，保证比新机还流畅。不错啊，居然真修好了。后来调查发现，老钱为了省事，在维修时把电池保护板短路焊接，导致过充爆炸，而老钱早就拿着钱跑了。顾强，你自己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仅得赔我手机，更换费用加精神损失费120万，一分不能少。我已经让律师发函了，3天内你不给答复，咱们法院见。老钱呢？让他滚来见我。老板，老钱跑了，昨天下午就跑了。顾强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你居然背着我转了30万给那个狐狸精。那30万是我做生意用的。做生意？你当我傻啊？那个微微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离婚！我要钱，你去把那30万给要回来。蓝英，顾强，我跟你过了20年，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去拟了，房子归我，那120万你就自己想办法还吧。爸，我这边出事了，我赌博的时候借了20万的高利贷，他们听说咱家被告，要我赶紧把钱还了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龙哥说如果我不还钱，就要我2根手指。顾明，去找你凡哥。什么？爸，你要我去求他？我们一起去求他。顾凡，你看这个，朋友圈都在传，说你大伯修坏了人家的限量款手机，还导致人家家里起火，现在要赔100多万。跟咱们没关系。你就不好奇？他当初怎么对我的我没忘，但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我也不关心。凡哥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是人，我跟着我爸一起嘲笑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求你救救我，20万，3天之内不还，龙哥就要剁我手指啊！3年前，顾强给他3000块，说能把我当条狗一样使唤。这些人曾经把他踩在脚下，现在他们又跪在他面前求他救命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第1条，戒赌，从今天开始不许碰任何赌博，发现一次你自己滚蛋。第2条，来我店里上班，从学徒做起，工资每个月3000，包吃住，满3年我教你技术。第3条，这20万是借给你的，每个月扣1000还我，直到还清为止。我干，我一定会一分不少的还你。凡哥，谢谢你。顾凡，你能不能也帮帮大伯？大伯，顾明的事我管了，但你的事跟我无关。顾凡，我可是你大伯啊！你当初给我3000块的时候，记得你是我大伯吗？你发朋友圈嘲笑我的时候，记得你是我大伯吗？你断我货源的时候，记得你是我大伯吗？顾凡，你做得对，就该这么对他。大伯那样的性子，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不过是因果循环罢了。凡哥来了，先把地扫了，然后把那箱废旧主板搬到后面去。咱们真要收留他吗？他跟他爸不一样，他爸骨子里就是个小人，但顾明只是被惯坏了，年轻人还有的救。累吗？不累，凡哥，我以前太混蛋了。知道就好，好好干，别让我失望。你就是顾凡？是我，我叫陈佑生，省城做配件批发的，吴永明介绍我来的。
陈总，久仰，里面请。顾凡，我今天来是有个生意想跟你谈。什么生意？吴总跟我说，你技术好，人品正，还有眼光。我考察了3个月，发现他没说错。我做配件批发20年了，赚的是中间差价，但这几年竞争激烈，利润越来越薄。我一直想往下游走，开自己的手机维修连锁店。我出资金和渠道，你出技术和管理，咱们合伙干。陈总，这个饼画的挺大，但具体怎么分？首期投资300万，利润分成你7我3。我7？技术是核心，没有技术这事儿干不成。我分3成不亏。陈总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应该的，大事不能草率。合同我让律师起草，条款你来定，觉得不合适随时改。想好了，给我打电话。数日后，我最终还是跟陈佑生签了合同。第1家分店开在省城东边电子城附近，那边维修店多，但高端数据恢复店少。凡哥，这店比咱们那小柜台大多了。小有小的好处，大有大的责任。顾凡，恭喜恭喜！我早就说过的，你这小子有前途。第1家分店运营半年后，我们又开了第2家、第3家，一直到第10家。听心阁从地下商场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柜台，发展成了全省10家连锁的手机维修品牌。我从一个每天趴在折叠桌上修手机的维修工，变成了管理10家分店的技术总监。顾父不用再搬箱子了，他在培训部教新人；顾母也不用再洗东西了，他在总部管后勤。苏雅成了我的合伙人，负责品牌运营和客户关系。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好起来了，事业稳定了。我想做另一件事，我想向苏雅求婚。你是她闺蜜，你说她会喜欢什么样的求婚方式？真的太好了，小雅最重情，求婚的话，她一定希望有家人在场。叔叔，我想娶小雅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6年了。这6年，小雅一直陪着我，从我一无所有等到现在，我想给她一个家。你能保证对她好一辈子吗？我能。我可以用我现在打拼来的所有的资产做担保。行，我信你。求婚那天，我把地点选在了听心阁的总店，就是那个地下商场不到2平米的小柜台所在的位置。虽然现在已经扩建成了正规店面，但位置没变。小雅，当时你把自己辛苦攒的1万2塞给我，那是你所有的积蓄。我还记得，你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今天我想说，我的一切都愿意跟你分享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好。房东嫂子，白头偕老。1年后，医院产房外，顾凡传焦急的踱步。恭喜，是个女儿。听心，这代表着我新的开始，也代表着我跟小雅的心之所向。孩子出生后的第2年，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款名为听心盾的手机数据安全公益软件。开发这款软件的灵感来自李国强内部被监控的手机。软件功能包括一键检测可疑进程、识别诈骗短信和链接、监控恶意扣费行为、定期安全报告，所有功能完全免费，没有任何广告。3年前，我在地下商城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柜台里修手机。3年后的今天，我想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听到自己手机里的危险声音。3000块的事儿，我永远不会忘。但我也不恨他了，因为没必要为不值得的人浪费心力。